各自小圈，各位老兄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毛牌棋。今天呢，咱们继续分享一下来自于 In-Art 出品的《哈利波特》。这盒子看上去还是不小啊。哈利虽然个头不大，但是这个内容物应该是挺多。你知道人家是哈利吧？哈利算什么？不多说啊，刚刚拿到，拆开一起分享一下。每次 In-Art 的外包装我都是比较期待的啊，这次同样沿用了一个半透明彩色封套的包装形式，镂空的部分露出了，这应该是魔法石吧，接下来这个一个菱形的透露出来，然后在中心这个宝石上面也可以看到啊，它用了一个光栅的形式，动一动的话能看到里面隐约透露出哈利的面容啊，一个小彩蛋，比较有趣的。拉开的话，内包部分这个纸质的质感还是很不错的啊，比较贴近于魔法世界中可能那种典籍啊、书本之类的，上面有这种凹印，还是做的比较深的啊，很漂亮。石砖、花砖啊，对，有点像那什么大理石啊，或者像一本书那个感觉，你觉不觉得啊？后面也有一个凹印的哈利的形象，加上海德薇，这个就是产品的官图。可以大概看一下啊，仅仅是第一层这个配件已经非常之多了啊，像这个书本就有4个啊，信件啊什么的小东西啊，还有一包青蛙，不太好摆呀，有点摆不下了。小哈利的主体啊，可以看到这个袍子已经事先穿好，套在外面了啊，比较轻薄的那一种啊，垂感不错，而且在边缘处呢也做了铁丝方面凹腰造型的。胸口处有点类似于那种盘扣的造型啊，是用了弹力绳勾到扣子上，而且是一左一右交叉着去扣的啊，系上之后这个稳定性还是不错。我以为它这个白衬衫啊是单独会在针织衫上面做一个袖子的造型，但实际呢不是夹2件。你看它这个捋起来的话，里面这个衬衫也真的是有一个长袖的，因为足够薄，所以不会让你有臃肿的感觉。加上领带的一个搭配啊，剪裁还是不错的，而且也都是很轻薄。在这个针织衫这个地方啊，还是需要沿着这个袖子给它拉一拉、扯一扯，做一个打理的，尽量减少一下腋下的堆叠啊，看着就更加自然一点。头吊部分为了方便拍摄呢，这次一共也附带了2颗直发和胶发。我是越来越会拆这个了，不错啊，这个头。哈利比较难处理的地方，一个是他儿童的那种稚嫩的感觉，胶原蛋白非常丰富的那种，脸鼓鼓的那种感觉啊，五官比例啊，还有一些微表情的刻画上拿捏的都是个人觉得非常的像。直发版的这个头呢，发丝部分刻画的也是比较顺滑的，额头部分这有点分散的刘海啊，出场打理的时候可能会啫喱之类的粘到了这个脑门上，这个牙签呢稍微往两边额头侧面露出标志性闪电的疤痕啊，这个刻画的很精细。当然这个眼镜也是可以自由取下的啊，直发这个头呢是在鬓角这个2侧做了一点点像胶发的一个结构，作为一个眼镜腿的托，所以沿着这个边缘推上去的话，搭的还是比较紧的啊，不用担心它脱落。眼镜本身呢非常的细，插拔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也附带了一个备用的眼镜啊，一旦玩断了的话还是可以替换一下。额外的胶发头，当然脸部造型都是一样的涂装。发型的部分，胶发的话会看着它弯曲的程度更多。当然胶发有一个好处呢，就是你在调整可动眼的时候啊，拨开后方的这个挡板会比较简单一些。直发的话，每次弄都要再去重新做一个调整。但是也有一点不好啊，就是这个疤痕就没法看到了。配件方面就拿到哪个说哪个啊，没什么顺序啊。先看我最感兴趣、最想。你这绝对有顺序。猫头鹰海德薇，就是感觉电影最后死的有点突然，一走一过就死了。不死能咋的？我想问，气死我了。雪橇的一个刻画还是很有意思的，整体的这个形还是比较准确和好看的啊。搭配一个塑料透明的连接件，可以还原海德薇站在胳膊上的一个形象。另外呢，也有一个金属的笼子，打开之后可以把海德薇放在这个正中心作为展示。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板上，不能说地板啊，斑驳做旧的感觉啊，像是这个海德薇排泄之后的那个样子、啊，做的有点脏脏的。养鸟的人难以避免的。
然后是手拎的提灯，长时间燃烧、熏黑、发黄的感觉很不错。摇一摇呢，可以看到中间还有掉下来的一个类似于水晶的这样一个结构。真正发光的地方其实是打开这个底部有一个鱼漂电池，发光发亮的效果，配合外表处这种模糊的玻璃，效果很好。然后是分院帽。帽子的主体啊是比较硬的这个 PVC 材质，下方垂下来的带子是用了一个布艺的结构，中心部分破破烂烂的，又凹出一个有点刻薄的这个面容啊，看起来也很不错。格兰芬多，给我带一下这吉林财经。1:6的魔杖，很细小的一根，所以玩的时候小心一点，不要弄断。正常的话，搭配人物肯定可以摆出一些有趣的动作。还有一个玩法呢，就是配合纸质的包装盒，完成一个购买时候的开盒的一个镜头。我觉得这个方式也可以作为一个收纳吧，要不这个零件太细小。这零食的盒子和3只巧克力青蛙。先看这个盒子啊，刻画这个花纹还是比较还原的。打开之后呢，很有趣的地方是附带了邓布利多的卡片，而且盒子内部呢看到这个星星点点。巧克力青蛙呢，一共3只，都是不同的造型，伸开腿的，有向左去扭头的。另外还有信封、入学通知书以及9又3/4车站火车票的这个票根。这个小信封不需要打开啊，这个信件额外就已经放在外面了。最让我惊喜的莫过于书本的部分啊，可以看到这2本教材啊，什么魔法史啊，这个魔药的书本啊，打开之后我没有仔细的去对过啊，但是似乎每一页都是不相同的，而且从头到尾啊也是正常书本的一个逻辑。目录有目录有内容，有图片，有那个章节概要，对，而且还有一些像是自己框选做出来的那种笔记的感觉啊，都非常不错。整个这个印刷的部分呢，在这样一个尺寸下，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细致。想起来我以前做那个好适用的吗？好适用的小东西。怎么你的精力都在这方面？当然了，这一本啊，就是罗恩送给他的这个书叫什么来着？火箭队一起飞翔啊，还是什么？打开之后，这个就没有什么内容啊。另外一本相册，你能看到里面这个小的相片啊，其实是用了一个光栅卡的方式去动一动的话，影像也会有一个变化啊，去模仿魔法照片的那个感觉，那个有意思啊。这个虽然说都不是什么很复杂的工艺吧，但是做得很用心。服装方面还有斗篷和围脖的一个形式，这个颜色很不错啊，尤其这个围脖的这个流苏我比较喜欢啊，我觉得还是挺亮堂的。斗篷的垂感也很好，虽然说边缘没有做这个铁丝啊，但整个这个材料相对于袍子的话还是更厚一些，搭配上去的话还是能感觉到明显质感的不同的。另附有2枚魔法石，一个是带有像粽子一样的这个包装的，另外一个就是完全通透的一个展示，这里头也是实的，但是这个我就不拆开，不知道里面不知道里面是不是也是和这样一样是通透的。地台方面，台面部分可以看到就是一个格兰芬多徽章的雕刻，前方呢有哈利波特烫金的字样，边缘处整体呢都是围绕着魔法学校建筑风格的一个设计，下方呢和之前的这个地台都一样啊，这个扭开之后里面有一个磁铁滑轨的调整。当然了，作为一个豪华版本，它还有一个大地台的一个展示啊。地台有一个加大的矿体啊，直接把它嵌套在上面，花纹也会增大一圈，再把后面这个非常巨大的背景插在上面。哦，这个后面真的是绒布的啊，摸上去。哦，2面的。2面的，这边有一个像是对外墙的那个感觉啊。正上方呢，再加上碎石啊，以及一块石板的盖子。是我城堡拼起来吗？把这个边拼起来啊，哎，磁吸的。可以看到这上方有2个凸起的装位啊，实际是安插这个海德薇的。海德薇好白呀！当然你也可以就做一个替换啊，比如说你不想用这个海德薇的话，你就放一个普通的这个石板，不只是站在这边啊，你还可以把它挪过来站在这边。
这样的话你就方便它展示这个城堡的外侧的啊。玻璃的部分也用了一个透明的塑料件，所以你去拍的话，它会有一个自然的反光的呈现的啊，不是完全空旷的。内包部分这个壁画，刚才也说过了，是一个植绒绒布的效果。所以说看上去的那个质感很不错。当然了，这个外墙表面呢，说实话，这个大面积处理还是偏肉一些的啊。台面额外还有个仿木地板的替换啊，直接套在这个上方的话，做出一个木纹地板的效果。扫帚的部分，这个底端啊，扫把头的地方还是真的用了一些类似于扫把的很粗糙这个材质的。上端这个木柄呢，实际是一块胶。刻画这个效果以及涂装都有营造出木质的感觉啊。当然了，我是会怕这个时间久了有可能会弯啊，平时存放或者把玩的时候不要让它长时间的受力。最后呢是产品的手型部分，一共10只，分别是6只裸手，还有4只手套手啊。重点说一说这个手套的造型啊，它是用了一个很精细的开模去还原那种毛线手套的一个质感，摸上去的话还有那种凹凸不平的起伏感。很好的一点是这个手指尖的地方啊，是真的做出了戴毛线手套前面会有一点没有弄到头，然后压扁的一丢丢的那个效果的啊。大家戴过这个手套肯定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感觉。整个拆箱的过程，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充满惊喜。拆的过程或者玩的过程中，甚至有一点像那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一个大骷髅头，然后往出拆，有各种不同的这个零件呢，每一个东西打开之后又有不同的小的配件的那种玩具啊。我觉得它的这个乐趣性是非常的强的，每一个小的配件都有认真的去对比电影中曾经出现的那个样子再去设计。海德薇也是可以和笼子进行搭配，也可以和整个这个地台部分进行搭配，又可以和手臂进行一个搭配，就是有充分想到可能这个鸟会去到哪里，或者说你在玩的时候拍的时候可能会有怎么样一个需求去考虑的。包括书本打开展开里面的这些字迹呀，里面一些人物做笔记的地方，相册里面用这个光栅卡的算是一个小的巧思吧。像我说的，技术程度来讲不是什么很难或者不常见的东西，但是它体现出来给你拿起来玩的这个过程中就非常的有趣，像是一个个彩蛋连接电影中你曾经看到那些片段和剧情，也可以回忆起来第一部电影中这些有趣的印象深刻的一些桥段。有意思的啊，有意思。美中不足的啊，有一个小的不能说意见啊，就是如果说再搭配一个小型的支架啊，就是能够把这个扫把托起来，骑在上面摆出一个腾空的造型，玩法或者说场景就又多了很多。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出什么魁地奇的造型的哈利波特？如果出的话，我想很大场面，那不可能把整个魁地奇的那个场景，起码那个球门要球门啊，一个球门的，然后要配一个金探子，一个金探子小哎，对，金探子真的很小，这个就不知道后续有没有什么其他计划啊。目前这款哈利波特的产品，我拿到实物之后，体验感真的是非常好的啊。这次这个玩法的多样性是着实让我很惊讶的，而且在这个配件的用心程度上来讲，也是超乎我的想象的。现在的话，会更期待未来的这个罗恩和赫敏啊，与它合体之后的那个效果是什么样子的了。然后呢，这一期呢就先分享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